其实我前段时间清明上坟的时候有说的，就是我讲，就是有一些我以前没有讲过的话，我讲过的话，我都讲，但是就是还是很难受，就是你有时候有一个瞬间，就是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假的，不可能，就怎么可能的事情呢？但是有时候你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些节日，或者是一些你没有办法必须得直视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特别难受。但是我又不是那种特别喜欢逃避问题的人，就是所以你很矛盾呀。对，我就是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情，我才能走下一步，或者是做下一件事情。但是有的事情我发现就是解决不了。有些事情本来就是解决不了，所以我们面对，就是面对这个事情，不是解决这个事情。感觉打开了一道门。好心疼他，因为其实他发生那些事情那段时间，我正好就是目睹了啊。然后包括其实再次看这个节目，就又看他这样的状态，其实很难受。因为他当时也是说他晚上真的是每天都睡不着觉，而且他那时候面临刚出道，然后又有很多争议、很多非议，然后再加上妈妈这件事情，其实给他的压力非常非常大。我们做朋友都很怕他那一刻就崩掉了，但是我觉得他很坚强。对，他很坚强，非常非常的坚强。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怕太坚强，我就觉得他在说一件人生至大的痛苦时那种平静和那种似乎已经痊愈的状态，才是感觉就是让人最心疼的。他如果能嚎啕大哭的说这件事儿，其实他的情绪是有一个出口的。但是面对自己是有很大很大的勇气。对，而且我觉得人生这一辈子，就是原生的时候给你的一些的伤害，真的会伴随你一辈子的。所以我刚刚特别心疼柯然，因为我就知道他如果这个劫不过去，对，就一辈子的，对，会有很多别的事情都会累积到这个事情上面，到一个点崩掉。其实我是在5、6年前，我第一是发现我身边很多的朋友过得不快乐，失眠、焦虑、抑郁，包括我自己，我有晚上就是躺在床上12个小时，只睡了1个小时，然后极度焦虑，2个月，我晚上3更半夜12点钟坐在那儿给我朋友打电话，然后就一直在哭。我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快死掉了，我觉得我有就觉得怎么回事？这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自救，然后开始研究心理学，去学习，然后慢慢的把这些东西融到自己的身体里以后，开始自己治疗，然后就现在就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学中你做的事其实是很有帮助，因为什么呢？最有帮助的是你作为一个能理解他的人，我们一起来讲讲这些经历。虽然我也不一定有办法，可是我也是感同身受的那种悲伤。我们其实人是靠这种在一起来对付这些悲伤。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爱奇艺